自从一位美丽而才华横溢的菲律宾空姐在热闹的新年派对后被发现死于酒店的浴缸，已经过去2年多。这个令人感到困惑的案件引起了当地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激发了对他去世情况的各种猜测。他的死究竟是意外，还是当晚在酒店2209号房间遭到袭击，至今仍然不确定。今天我们将探讨克里斯汀·德塞拉的死因。克里斯汀·德塞拉1997年出生，担任菲律宾航空 PAL Express 的空姐。她是4个兄弟姐妹中的第2个，毕业于达沃市的菲律宾大学，主修大众传播，并且成绩优异。尽管家人住在南海岸的将军桑托斯，克里斯汀为了事业搬到了马尼拉。因其美丽和才华，克里斯汀在2019年赢得了多个全国性选美比赛，并在马尼拉的菲律宾航空工作。他的朋友和同事形容他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开朗友好的人，而在工作中则严肃专业。在2020年12月31日，克里斯汀选择与一小群朋友一起庆祝新年，而不是回家。他与一群5个 LGBT 社区的朋友关系密切，常常一起聚会和社交。这次新年庆祝活动也不例外。这个小组由罗梅尔、克拉克、瓦伦丁、吉哥和约翰组成，他们在马卡蒂的城市花园大酒店预定了2209号房间庆祝。约翰在12月31日上午首先入住，克里斯汀中午到达，其他人稍后加入。罗梅尔邀请了5位来自 LGBT 社区的额外朋友，都是男性，名叫雷、路易、马克、杰里迈亚和爱德华。与此同时，另一个由13人组成的团体租用了相邻的2207房间，和双方都有的熟人一起。大约在晚上10点，他们的庆祝活动开始了。尽管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以及对聚会人数的严格限制，克里斯汀和他的朋友们还是享用了美味的龙舌兰酒与可乐混合的朗姆酒，似乎因为与酒店经理约翰·哈利利的良好关系而得以免于这些规定的约束。大约在凌晨1点45分，约翰结束班次后加入了派对。晚上11点21分的监控录像清晰显示，克里斯汀和他的团体离开了他们的房间，朝着2207房间缓缓走去。到晚上11点38分，克里斯汀和他的朋友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克里斯汀看起来很高兴，手里拿着鞋子和饮料。瓦伦丁后来提到，他们去2207房间是因为那里有共同的朋友。他们玩了一个游戏，克里斯汀成为了赢家。回到2209房间后，他们开始拍照和录视频，准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克里斯汀在凌晨12点30分给家人打电话，祝新年快乐，和母亲聊了一会儿。瓦伦丁和克里斯汀凌晨2点50分再次访问2207房间，酒店员工则送床垫到2209房间。就在2分钟后，凌晨2点52分，克里斯汀和瓦伦丁回到了他们的房间。克里斯汀看起来醉了，主动亲吻了瓦伦丁。在凌晨3点到6点之间，克里斯汀多次往返于2207房间，但从未停留太久。大约每10分钟左右，克里斯汀的朋友们就会从2209号房间过来接他。在凌晨4点13分，约翰再次拜访2207房间，带克里斯汀回去，这次是抱着他。尽管喝醉了，克里斯汀似乎还是能清醒到打开他们房间的门。在凌晨4点39分，瓦伦丁和克里斯汀回到了2207房间。他们在凌晨4点52分回到房间，看起来心情不错。在凌晨5点05分，罗梅尔前往2207房间接克里斯汀，他们俩看起来在开心地开玩笑。在凌晨6点23分，克里斯汀最后一次被看到，瓦伦丁抱着他回到房间，克里斯汀自己打开了门。在凌晨7点23分，2207房间的一些人开始离开酒店。到早上9点
209房间的一些朋友也开始离开。在早上10点，罗梅尔醒来上厕所，发现克里斯汀躺在浴缸里。他试图叫醒他，建议他躺在床上休息。克里斯汀还在呼吸，但眼睛紧闭。罗梅尔觉得他看起来很疲惫，但他用手示意让他继续睡，他至少是这么认为的。罗梅尔注意到他的手放在腹部上，然后他给克里斯汀盖上了毯子和枕头，自己也回到了床上。中午时分，罗梅尔去洗手间叫醒克里斯汀，因为他们需要尽快退房。这时他意识到他的嘴唇变成了蓝色，已经不再呼吸。惊慌失措的罗梅尔呼喊其他人，此时酒店里只剩下5个人：吉哥、约翰、罗梅尔、瓦伦丁和克拉克。他们把克里斯汀从浴缸里拉出，并进行心肺复苏。吉格呼叫酒店工作人员和救护车，他们都感到恐惧和慌乱。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到进行检查，并带来了一辆轮椅，但轮椅太小且没有脚踏板，难以将身体僵硬的克里斯汀放上去。克里斯汀被送往酒店的诊所，但那里的医生无法让他复苏。他们匆忙将克里斯汀送往麦卡提市医院，但为时已晚。到下午5点，医院宣布克里斯汀已去世。第二天，2021年1月2日，克里斯汀的遗体于上午9点转移到帕塞市的里萨尔殡仪馆进行尸检。尸检结果显示，死因是由于主动脉破裂引起的动脉瘤。根据尸检报告，克里斯汀体内没有发现药物或兴奋剂的痕迹。然而，在他的胃中发现了150毫升黑色液体。尸检结果显示，克里斯汀的身体上没有发现精液痕迹，他的内裤上仅有他自己的 DNA。 对他生殖器区域的检查发现，处女膜有撕裂且几乎愈合，表明这不是近期的伤害。法医报告还指出，他右臂、右大腿、右脚踝和脚上有多处瘀伤，以及左大腿上有一道新划伤。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汀的右手上有针灸痕迹。2021年1月4日，菲律宾警方向媒体宣布他们已破案，称这是一起团伙强奸案，并声称在克里斯汀的身体上发现了精液痕迹。这一声明引发了公众的困惑，因为它与前一天发布的法医报告直接矛盾，后者明确得出没有强奸迹象的结论。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局长宣布逮捕3名涉嫌强奸和杀害克里斯汀的男子：约翰、德拉、塞拉、罗梅尔、德卢罗和约翰、哈利。然而，酒店当晚在场的每个人，尤其是2209房间的克里斯汀的亲密朋友，都坚称他们是无辜的，强调他们都是同性恋者，对女性没有性兴趣。他们与克里斯汀相识已久，仅将他视为朋友。尽管如此，警方上校认为嫌疑人可能对克里斯汀进行了性侵犯，并表示无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男人就是男人，尤其是在醉酒时。警方的这一声明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显著分歧，有人坚信警方的说法，谴责克里斯汀的同性恋朋友，而另一些人则批评警方的工作草率，不够专业，认为法医报告与调查结果相矛盾，导致公众普遍怀疑警方过早结案的合理性。还有人指责克里斯汀，认为他穿着过于性感，饮酒过量而不懂得保护自己。1月4日，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为克里斯汀争取正义、停止指责受害者和保护醉酒女孩等多个标签。菲律宾警方因在尸检前对克里斯汀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遭到公众反对，影响毒理学研究的准确性。迈克尔少校承认在没有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对克里斯汀进行防腐处理，称这是遵循疫情后新规定的要求。克里斯汀的家人并不接受他的死因是自然原因，并要求进行另一项尸检。克里斯汀的母亲起诉警方疏忽和不专业，认为克里斯汀四肢上的淤伤是强奸的证据。然而，克里斯汀的朋友解释说，他那晚喝得过量，从凌晨3点30分到早上7点一直在摇晃和呕吐。
他在厕所呕吐了多次，并且在地上跪了很长时间，这可能解释了膝盖上的淤伤。他们说克里斯汀喝得酩酊大醉，已经无法换衣服，呕吐在自己和头发上。他们在浴缸里清理了呕吐物，并用一件外套盖住了它。由于克里斯汀仍感到恶心，他选择待在浴缸里，而不是弄脏床铺。他们认为大腿上的淤伤可能是在他笨拙地爬进浴缸时造成的，而大腿上的划伤是因为试图将它放在手推车上，但他的身体僵硬，导致大腿擦到了手推车的把手。然而克里斯汀的母亲并不相信这些解释，她辩称女儿年轻健康，尤其是克里斯汀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定期接受体检。他还指出一段视频，显示克里斯汀在进入房间前亲吻瓦伦丁，暗示这可能激发了那些男人的黑暗意图。与此同时，瓦伦丁坚称是克里斯汀主动亲吻的，这只是一个醉酒的瞬间。在另一段视频中，约翰被看到将克里斯汀背回房间。在一次采访中，约翰解释说，他们不得不多次去207房间把克里斯汀带回来，因为他醉得太厉害，在那里开始呕吐。他说克里斯汀突然变得虚弱，无法站立，所以他不得不抱着他。克里斯汀的朋友们确认他们只是想帮助他，并没有意图对他进行伤害。他们还认为克里斯汀并没有被207房间的男人侵犯，因为他从未独自待在那里超过10分钟，且他们把他带回时他很正常。如果克里斯汀在207房间被强奸，他肯定会告诉他们。1月5日，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接管了此案，并对克里斯汀的尸体进行了第2次尸检，采集了组织样本，并试图从他的器官中提取液体，以确定他是否遭受过性侵犯。1月6日，克里斯汀的3位朋友在国家调查局排除了他的死亡是他杀后，终于被释放出狱。经过2次尸检，专家得出结论，他是因主动脉破裂而死。克里斯汀经历了心肺骤停，导致了主动脉破裂。1月11日的医学报告还指出，克里斯汀的心脏重达500克，而正常心脏约为300克。这一发现表明，克里斯汀长期以来未被诊断的高血压导致他的心脏增大。主动脉瘤通常与年长者相关，主要源于动脉硬化，但也可能因其他严重疾病的并发症在年轻人中发生。在克里斯汀的案例中，主动脉的高血压导致其变弱并随之破裂。高血压可能导致各种症状，如疲劳、恶心和过度出汗。克里斯汀和他的朋友们可能将这些症状误认为是过量饮酒和宿醉的影响，从而延误了紧急医疗救助。4月27日，警方解除对当晚与克里斯汀在酒店的11名男子的强奸指控。尽管达凯拉家族对法医结果表示怀疑，并提起多起诉讼，警方仍缺乏足够证据起诉他的朋友。在他去世1周后，克里斯汀被送回故乡，并在南桑托斯市的森林湖纪念公园安葬。克里斯汀去世1年多后，他的朋友们接受了电视采访。自那悲惨夜晚起，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尽管指控已被撤销，他们仍然难以找到新工作。他们在网上遭到无情的攻击和抨击。在他们当中，吉哥受到的影响最大，不得不出售已故母亲的资产，并饱受慢性抑郁之苦。尽管他们的声誉和职业因为未犯的罪行而受到损害，这个团体仍然坚定地表达了重新开始、克服风暴的决心与信心。克里斯汀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似乎无法接受他去世的情况。生命是脆弱而不可预测的，愿我们永远珍惜与所爱之人共度的每一刻。感谢观看。